穿越斗罗，我和唐三一样觉醒了蓝银草武魂，可唐三只会亲妈缠绕，而我却用蓝银草给斗罗女神们治得舒舒服服，并把她们纳入后宫。此时，一个俊朗白皙帅气的人从天而降，其背生紫色龙翼，周身火属性魂力缭绕，威风穿越斗罗。我和唐三一样觉醒了蓝银草，也一样拥有第二武魂，可他带着唐门绝学一进史莱克，就能用暗器镇住赵无极，而我被弗兰德捡回来6年，明明31级，却一直被所有人当成只会治疗的小辅助。直到主角团齐聚那天，我看着唐三满场装逼，耳边忽然响起系统提示，我才知道属于我的妖龙人生终于开始了。此时，史莱克学院的操场上，赵无极正被唐三打得衣服乱飞，飞镖、银针等各种暗器像下雨一样朝赵无极脸上招呼。我靠在操场边的树干旁，紫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眯着眼看得津津有味。不得不承认，唐门暗器确实有点东西。赵无极明明是压着境界陪他们考核，还是被唐三这一套打得烦不胜烦。旁边的宁荣荣和朱竹清已经看呆了，我却越看越酸。同样是穿越者，唐三带着前世功法和一脑子暗器图纸。我12年前意外来到斗罗大陆，6岁觉醒双生武魂，一个蓝银草，一个邪火妖蛇，先天5级魂力，听着好像挺唬人。可现实是，我和马红俊一起被弗兰德带回史莱克后，这6年几乎全在修蓝银草。如今我31级蓝银草，挂着一黄两紫3枚魂环，在学院里最常做的事就是给戴沐白他们疗伤、补体力、擦屁股。至于第二武魂邪火妖蛇，因为没有魂环，也因为邪火太麻烦，基本就像个摆设。我叹了口气，同人不同命啊，我怎么就没有系统呢？念头刚落，一道清脆的提示声突然在脑海里炸开，叮，系统加载成功。此系统名为收获女主送符咒系统。我整个人从树下弹了起来，一块淡蓝色光幕在眼前展开，新手礼包已发放，请稍后领取。系统规则如下：系统可检测女主对宿主的好感度，每当一名女主对宿主好感度达到满分，宿主即可获得1枚随机圣主12符咒以及额外奖励。符咒能力只对专属女主生效。收获女主后，宿主可获得额外奖励，奖励内容随宿主实力提升而变化。我的笑容僵在脸上。符咒我不能用，那马符咒、狗符咒、龙符咒这些逆天能力岂不是全成了别人的？不过有总比没有强，那额外奖励总该给我一点能用的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手点向新手礼包，打开成功，获得奖励：蓝银草武魂血脉进化次数1次，邪火妖蛇武魂血脉进化次数1次，神赐魂环3枚，外附魂骨自选1次，强制开启双生武魂同时使用权限。神赐魂环说明，该魂环会自动匹配武魂属性，赋予最适合的魂技，魂环年限会根据宿主身体强度提升。我盯着那几行字，呼吸一点点变沉，武魂进化、魂环、魂骨，甚至连双生武魂不能同时使用的麻烦都能被强行改掉。刚才是谁嫌系统没用来着？这一刻我看唐三的暗器都不香了，等真正强者的出手，那些暗器也就只能欺负低阶魂师。可武魂进化、神赐魂环和外附魂骨更不一样。指尖停在按钮上方的一瞬间，我忽然冷静下来，现在绝对不能脸。唐昊那把大锤子还不知道藏在哪里，盯着唐三，万一我的蓝银草血脉一进化，真往蓝银黄方向比，那家伙会不会当场跳出来把我当成阿银的什么意外血脉？好东西要等没人的时候偷偷领。另一边，唐三和赵无极的对战也结束了，操场上满地都是暗器，赵无极衣服破了几处，脸色也不太好看。虽然这一次没有龙须针，他没像原本那样狼狈，但唐三展现出来的手段还是足够镇住所有人。赵无极盯着唐三，眉头皱起，你的蓝银草为什么有毒和缠绕？这种能力为什么会被你当成魂技来修炼？唐三眼底多了几分骄傲，这是我老师为我制定的路线，他是魂师界有名的理论大师，如果没有老师，我的蓝银草现在也只是废武魂，是老师让他获得了新生。赵无极听了2句，就不耐烦的摆手，行了，没问你这么多。我差点笑出声，唐三2句话不离大师，听得赵无极脑门都快冒烟了。毒属性、缠绕、寄生在低阶魂师里确实麻烦，可我在他眼皮子底下修炼了6年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蓝银草不一定只能走唐三那条路。果然，赵无极转头就冲我喊：“灵眼小子来活了，赶紧过来给我治一下！”来了，我收敛心思，慢悠悠走过去，刚靠近，宁荣荣就先凑了上来，她眨着眼打量我，语气轻快：“我说你怎么长得白白净净的？原来你是治疗魂师呀！”他刚才报名时见过我，大概是我这张脸还算能看，他对我明显比对别人更熟悉。我笑了笑：“你们也需要治疗吗？我的魂技还能补充体力。”好啊！宁荣荣眼睛一亮，让我看看你的技能有什么效果。我摊开右手，一株湛蓝色的小草从掌心浮现，和唐三那种带着毒属性、颜色发暗、像藤蔓一样的蓝银草不同，我的蓝银草通体湛蓝，上面隐隐有银色纹路浮动，轻轻摇曳时，柔和的生命气息像蓝色光晕一样散开。唐三的脸色一下变了，你的武魂也是蓝银草？我看他一眼，蓝银草魂师在大陆上不是很常见吗？有什么问题？我没继续理会他，转向宁荣荣，把手递给我。宁荣荣乖乖伸出手腕，我脚下升起一黄两紫3枚魂环，掌心蓝银草顺着魂力缠到他腕间。第一魂技生命潮汐，柔和的蓝光亮起，一股股生命能量顺着草叶涌入他体内。宁荣荣猝不及防，肩膀轻轻一颤，脸颊瞬间泛红，他急忙捂住嘴，眼神慌得不行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忍住笑，没事，我这生命能量比较强势，第一次接触都会有点不适应，你忍忍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这株能治疗的蓝银草吸引，连我脚下那一黄两紫的魂环配置都没人第一时间反应过来。宁荣荣的体力很快恢复，脸色也变得红润。朱竹清站在旁边冷着一张脸，眼神却明显有点动摇。他刚才也战斗过，体力损耗不小。我看向他，如果你也想恢复体力，就把手腕伸出来。朱竹清微微蹙眉，试探着伸出手腕。我不需要太多，稍微治疗一下就好。我点头，控制蓝银草缠上他。第二魂技生命潮汐，紫色魂环亮起，比刚才更磅礴的生命能量顺着蓝银草灌入他体内。朱竹清身体不受控制的软了一下，他立刻抬手捂住嘴，强行把声音压回去，耳尖却红得明显。可以了，不需要这么多。我适时收回魂力，2个女孩的体力和魂力都被迅速补满。我主动给他们台阶。好了，你们去旁边休息吧。考核结束后，我带你们去宿舍
去。宁荣荣和朱竹清对视一眼，都有点不自在，最后一起退到操场边缘。我这才看向赵无极，从掌心分出一片蓝银草叶递过去，自己握着吸收。我先走了。赵无极脸一黑，还是接了过去。唐三却看得眼神发直，分出去的草叶居然还能保留治疗能力。他看我的目光一下灼热起来，麻烦你也给我和小舞治疗一下。我本来想拒绝，可想到小舞也是女主之一，便分出一片草叶递给他，握在掌心里就能吸收里面的治疗能量。唐三接过草叶，我看向昏迷的小舞，至于你妹妹，我需要用蓝银草缠住她的手腕，可以吗？唐三脸色顿时一僵，蓝银草反馈触感，草叶缠住小舞的手腕，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亲手握着她。唐三沉默了2-3秒，才艰难开口，可以，你小心点。我点头，蓝银草轻轻缠上小舞右手。唐三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，我懒得管他的眼神。第3魂技，生命大潮汐，比前2次都更汹涌的生命力强行涌入昏迷的小舞体内，连接我们的蓝银草绽放出强烈蓝光。宁荣荣看得身体一紧，小舞能受得了吗？朱竹清盯着那股蓝光，他现在昏迷着，应该不会有太剧烈的反应吧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小舞脸上的痛苦缓和下来，他的身体其实已经恢复到了巅峰，只是在生命能量不断冲刷下，那种强烈的舒适感让他下意识以为自己还在梦里。我微微皱眉，故意加大魂力输出。小舞迷迷糊糊的呢喃：“是梦吗？一定是梦吧。”下一瞬，他终于从昏迷里清醒，又被体内奔涌的生命潮汐刺激的浑身一颤，高亢的声音划破操场，所有人都僵住了。唐三猛地抬头，宁荣荣和朱竹清互相攥紧了手，我也立刻断开魂力，收回蓝银草，表情无辜的不能再无辜。我只是治疗魂师，谁能想到小舞会突然醒？黄昏时，整个史莱克都被后山的争吵声搅得不得安宁。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当时真的以为自己在做梦。别说了，我让你别说了。唐三和小舞的声音隔着几十米都能传到宿舍去。女生宿舍里，宁荣荣和朱竹清互相对视，眼神里全是说不清的复杂。男生宿舍里，戴沐白、马红俊、奥斯卡3个人齐刷刷看向我。戴沐白扶着额头，你说说你无形之中伤害了多少人？早跟你说过，你那蓝银草的生命能量太霸道了，谁受得了？马红俊也凑热闹，就是。唐三腰上全是暗器，你最近还是小心点。奥斯卡叹气，谁懂我们辅助魂师啊？连给人治疗都能惹祸，这不是典型的医闹吗？我也无奈，我还以为治疗效果不够，想着多来一点。他们和我认识多年，潜意识里都站在我这边。戴沐白认真道：“灵言，你最近别一个人住了，搬过来跟我和胖子一起吧，我怕唐三半夜偷腥。”马红俊连忙点头：“对啊，你一个辅助魂师没战斗力，第2武魂又没魂环，真被那小子堵住，不得遭老罪。”奥斯卡脸色一垮：“你们这么说，我都不敢和唐三住一屋了。”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有点暖，但我露出笑，慢慢坐直身体。谢谢你们关心，但我不会退，我只是做了治疗魂师该做的事。如果这次我退了，那就等于承认我错了。你们扪心自问，我真的错了吗？我问心无愧。唐三真想找我报仇，那就让他来。戴沐白的眼神忽然变了，身为星罗皇子，他逃到史莱克，不正是因为没有勇气面对残酷的皇室规则吗？他突然站起身，灵言，我听你。唐三要是敢动你，我就用星罗皇室的力量镇住他。做兄弟，在心中，4个人的手重重叠在一起。夜深后，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，关好门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调出系统面板。这下没人了，等我把奖励领完，还怕一个小瘪三报复？蓝银草血脉进化暂时不能动，唐昊隐患太大，所以先动血火妖蛇。系统领取血火妖蛇武魂进化，请选择进化方向。进化血火为火焰巨蟒，2进化形态为血火妖龙，3增加随机属性。我看着第2个选项，眼睛一下亮了，从蛇进化成龙，这还用选？上限最重要，我选2。光幕中飘出一股能量涌入我体内，暗紫色火焰从我身后冲起，原本像巨蟒一样的虚影被一寸寸重塑。半分钟后，一头通体缠绕暗紫火焰的巨龙虚影在房间里缓缓展开，背生龙翼，头顶双角，血火妖龙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的第2武魂足以和蓝电霸王龙、昊天锤这种顶级武魂站在同一层面。我心念一动，血火妖龙武魂附体，狂暴火焰席卷全身。当了6年的小辅助，现在终于摸到战魂师的门槛了。接下来吸收神赐魂环，一共3枚。我取出第1枚金色光团，没入经脉的一瞬间，1枚魂环从脚下升起。第1魂技龙拳，开启后火焰覆盖双拳，攻击力和攻击速度大幅提升，每一次攻击都会附带火焰爆炸，标准的强攻魂技，完美。我立刻吸收剩下2枚。可让我意外的是，当3枚魂环全部成型后，颜色竟然是黄。我随即反应过来，神赐魂环会根据身体强度自动匹配年限，我现在身体还撑不住1000年魂环，所以暂时推到了最适合的状态，以后它会随着我身体增强而成长。最后是外附魂骨，我根据血火妖龙的形态选择了龙翼，直到第2天傍晚，我才彻底睁开眼。华丽的暗紫色龙翼缓缓收入体内，掌握力量的感觉真好。现在问题只剩一个，该怎么解释我突然多出3枚魂环和武魂变化？正想着，门外传来马红俊的声音：“灵言醒了没？弗兰德院长问你去不去斗魂场？去，等我一会。”我穿好衣服推门出去，刚好看见宁荣荣哭着跑回女生宿舍。我走到队伍旁，压低声音问马红俊：“宁荣荣怎么了？”马红俊撇嘴：“大小姐脾气呗，白天院长让她跑圈，她跑到一半去索托城逛街，被院长训了一顿，刚才吵得差点打起来。”我顿时明白了，原本轨迹里宁荣荣就是今晚被弗兰德一通打击，最后收起骄傲变成团队里的辅助挂件。这条路说不上完全错，但我总觉得太可惜了，他本该骄傲自信。于是我看向弗兰德院长：“斗魂场你们先去吧，我想去看看宁荣荣。对了，记得帮我报名一场1对1斗魂。”弗兰德点头同意。现在有人接这个烂摊子，他当然乐意。众人离开学院后，我来到女生宿舍门前，推开门缝，宁荣荣抬头看我，眼眶通红。我搬过椅子，在她对面坐下，她带着哭腔质问：“你也是来嘲笑我的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唤出蓝银草，轻轻缠上她的手腕。第1魂技生命潮汐，点点蓝光顺着草叶涌入她
体内，缓解他哭到发麻的四肢。宁荣荣吸了吸鼻子，声音更低。他们都觉得我脾气差。弗兰德说我有公主病，说我会给7宝琉璃塔蒙羞。我问他，那你自己怎么想？他抬起头，我想改变自己，我也想融入学院。我看着他，所谓公主病，不过是你从没被生活亏欠过。你的骄傲是7宝琉璃宗给你的底气。你训练中途偷懒确实有错，你要改的是懈怠与任性，但你不该把自尊和骄傲也一起丢掉，更不该为了迎合别人变成谁的附庸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是辅助魂师，也可以独当一面。独当一面这2个字明显戳中了他心底最深的愿望。可很快他眼里的光又暗了下去。可是我只是辅助魂师，我反而笑了。辅助魂师怎么了？7宝琉璃塔的增幅对自己也有效吧？既然力量增幅能加在你身上，你的拳头为什么不能更有杀伤力？速度增幅能加在你身上，你的步伐为什么不能更灵活？所有人都把7宝琉璃塔当成给别人加状态的工具，可它的光芒凭什么只能照亮别人？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，宁荣荣的眼神一点点变亮。对啊，我自己也可以用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增幅自己，然后拥有战斗力？他越说越兴奋，忽然抬头看我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些？难道你的蓝银草也有类似效果？我摇头，不是，我的蓝银草只是治疗系，真正的攻击手段是我的第2武魂。宁荣荣眼睛瞬间睁大，第2武魂？我点头，双生武魂这件事在学院里不算秘密，没必要隐瞒。我起身把椅子放回原位，你自己消化一下吧，我要去斗魂场了。走到门口时，我把第3魂技的生命能量注入一片草叶里，递给宁荣荣。如果还觉得不舒服，就握在掌心里吸收。我推门前最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你这么年轻，应该趾高气昂去做别人觉得你做不到的事。索托大斗魂场灯火通明，弗兰德拍了拍我的肩，准备一下，你的1对1斗魂快开始了。下一场是朱竹清对唐三，再下一场就是你。朱竹清对唐三，敏攻系对控制系本来就吃亏，可问题不在输赢，问题在蓝银草的触感反馈。想到这里，我走到朱竹清身旁，朱竹清同学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。朱竹清跟我走到一处人少的角落，我没有绕弯子，我建议你放弃和唐三的斗魂。还记得昨天我给你治疗时是怎么释放魂技的吗？蓝银草可以反馈触感，昨天我只是缠住你的手腕，可唐三是控制系，如果你和他上台，他为了赢，必然会用蓝银草限制你的行动。后面的话我没有说完，朱竹清那张冷艳的脸一点点发白，低声道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很快，斗魂台上轮到朱竹清和唐三，可朱竹清上去就直接认输，唐三愣在原地，等他回到观众席，看到我和朱竹清先后回来，脸色一下沉了。灵言，你跟他说了什么？他来这里是为了变强，你凭什么干涉他？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戴沐白也凑过来压低声音，兄弟，她是我未婚妻，你不会对她有意思吧？我没接他的玩笑，只看向众人。沐白，你知道这些年我给你们治疗，为什么多数时候只给你们分草，而不是直接用蓝银草连接吗？因为蓝银草会反馈触感，如果朱竹清和唐三打，最后大概率会被蓝银草缠住全身，换成你，你能接受吗？戴沐白很快反应过来，脸色变得难看。唐三张了张嘴，终究没说出口，因为他也知道控制系魂师上台束缚对手本就是最常见的手段。我摆摆手，行了，我该去斗魂了。聚光灯落在斗魂台上，我的对手是个5大3粗的防御系魂尊，武魂铁甲犀牛。他一看见我就笑了起来，又是你，你一个治疗魂师天天跑1对1凑热闹，放心出手吧。裁判一声令下，我没有换出武魂，而是直接用身法冲了过去。观众席上，唐三忍不住问，你们不是说他是辅助魂师吗？为什么他也参加1对1？马红俊立刻对回去，就许你的蓝银草能打，不许灵言上台练啊。弗兰德看着台上淡淡道，他是双生武魂，现在积累战斗经验，以后早晚用得上。唐三的声音明显变了，他终于知道我和他的处境有多相似，可我比他更早到30级，魂环配置也更夸张。他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警惕。擂台上，对方挨了我几拳，停下动作认真道，小兄弟，你身法不错，可惜力量差太多，战魂师这条路不适合你。我稳住呼吸，笑了笑，多谢大哥手下留情，以后找我治疗给你打8折。裁判，我认输。裁判宣布结果，铁甲犀牛胜，战绩62胜56负，蓝色小草1胜157负。我走下斗魂台，心里却一点不难受。我上台本来就不是为了赢，只要所有人都习惯我这个治疗魂师经常练战斗，等以后血火妖龙登场才不会显得突兀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确信如果换成血火妖龙武魂，那个铁甲犀牛撑不过3招。夜晚回到学院后，宁荣荣一路上虽然仍有大小姐的骄傲，却没再把刺扎向所有人。女生宿舍里，小五看着她，你真打算留下来了？宁荣荣抱着膝盖笑得轻快，对啊，这里还挺有趣的。朱竹清却一回来就把自己蒙进被子，小五一脸气愤，把戴沐白的荒唐事说了一遍。宁荣荣听完眉头都拧了起来，她也太脏了吧？竹清，你甘心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？朱竹清沉默了，她从小接受的就是命运，无法挣脱。宁荣荣忽然握住她的手，如果真没路，你来7宝琉璃宗，我和剑爷爷护你。小五在旁边看得稀奇，荣荣，你今天怎么像换了个人？宁荣荣脸一红，灵言安慰了我一会儿，我自己也想通了。灵言这个名字一出现，小五忽然凑近他，你喜欢他？宁荣荣俏脸瞬间红透，答案已经写在他眼睛里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奥斯卡兴奋地冲到操场，院长，我30级了。弗兰德大手一挥，准备一下，明天赵无极带你们去星斗大森林为奥斯卡猎魂。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在众人准备散开前，忽然开口，院长，我想给第2武魂附加魂环。全场目光瞬间落到我身上，弗兰德脸色一沉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双生武魂提前附加魂环有多危险你不知道？我直视他，我知道，但我也想成为战魂师，我不想一直只能站在别人身后被人保护。戴沐白和马红俊也急忙劝我，可我没有改口，我想好了，只有力量握在自己手里，我才有安全感。弗兰德看了我很久，终于叹了口气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到时候别后悔。
后悔。唐三这时忽然叫住我，问得很认真：“你的前3个魂技为什么名字一样，效果也相似？魂环来自什么魂兽？你的魂技能对自己使用吗？”我淡淡道：“都是蓝银草魂兽，所以魂技相近，能对自己使用。”唐三若有所思地转身离开。我唤出蓝银草，制作了几片充满生命能量的草叶，分给戴沐白他们。明天猎魂用得上，带着吧。不远处，宁荣荣凑到朱竹清耳边：“竹清，要不你去找他多要几片？”朱竹清脸色微红，却没有拒绝。好，我回到房间时，体内忽然涌起一股急促的灼热，从经脉深处一路烧到丹田。邪火武魂进化后，邪火妖龙毕竟是真正的龙类血脉，远比马红俊那变异武魂更霸道。如果压不住，重则经脉被烧毁。就在我额头冒汗时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：“灵言，你有空吗？”是朱竹清。我咬紧牙关，勉强挤出声音：“我现在不太方便，你晚点再来。”门外的脚步没有离开，他低声道：“那我隔着门说，昨天的事谢谢你，还有明天要去星斗大森林，蓉蓉和小舞也想要几片你的蓝银草叶。”听见他的声音，我体内的邪火像被风吹旺，几乎要把理智吞没，低吼道：“朱竹清，进来帮我！”朱竹清的声音传入灵言耳中，灵言只觉得识海突然就炸开了，那种抑制不住的躁动被无限放大，就要吞噬自己。房门被灵言从里面暴力推开，灵言那张邪魅又妖异的脸闯入了朱竹清的视线。“灵言，你怎么了？”少女明显看出来灵言是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“要不要我去给你找治疗系魂师？你现在的样子好吓人。”没等朱竹清把话说完，无数蓝银草蜂拥而至，直接将朱竹清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少女的身影一下子被拽进屋里。灵言一把将朱竹清揽入怀中。另一边，男生宿舍内，马红俊看着手里的蓝银草叶，对戴沐白说道：“戴老大，这是灵言给咱们弄的保命神器。”戴沐白微微颔首，这小子有心了，没枉费咱们在唐三面前那么维护他。你看，明显他还多加了些生命属性魂力，都亮得发绿光了。那时灵言可是跟我一起在学院里待了6年的兄弟，人品绝对没得说。这次咱们可得帮他挑几个好点的魂环。奥斯卡因为不想和唐三待在一起，此时也在宿舍里，羡慕灵言啊，还有第2武魂可以修炼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听着隐约传来的呜咽声，奥斯卡停下动作，看向戴沐白和马红俊。戴沐白全然没有在意，一边打量手中绿油油的草叶，一边无所谓的说道：“后山野猫吧，吵死了。”女生宿舍，宁荣荣见朱竹清去了这么久没回来，看向小舞：“小舞，你说竹清怎么还不回来？”“不清楚，应该还有别的事要聊吧？他不是说昨天灵言帮了他？”小舞没有多想，因为他脑子里正琢磨过2天到了星斗大森林，大明二明会不会来找他呢？宁荣荣靠在床上，俏脸露出些许失望。要是刚才自己去找灵言就好了。少女撅起小嘴，手里握着没有任何魂力的草叶，微微蹙眉。从清晨到傍晚，此刻灵言的房间内，灵言看着朱竹清：“对不起，我的第2武魂有邪火，如果不那样做的话，就会爆体而亡。”朱竹清眼神涣散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你的身份和处境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日后星罗皇室那边的压力我会替你解决。如果你想要自由，我就带你离开；你想证明自己，我就帮你变强。你以后不需要再背负沉重的命运枷锁。灵言说的情深意切。朱竹清没有回应。此时的系统面板里，朱竹清的好感度已经来到了99。沐白那边你不需要担心，等时机合适了，我会向他解释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对于戴沐白，灵言确实有些愧疚，但事已至此，只能是日后找机会给戴沐白寻一些好处。灵言继续安慰朱竹清：“别伤心了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我也不想这样。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死。我当时确实完全没了理智，那现在呢？”朱竹清突然开口。灵言愕然：“什么意思？”灵言清晰感受到他脸红，内心有了答案。下一秒，武魂附体，数颗蓝银草悄然浮现。灵言将生命属性魂力顺着草叶注入到朱竹清的经脉当中。朱竹清顿时死死捂住小嘴，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“我们在一起吧，竹清。”灵言做出了最深情的告白。丁，朱竹清好感度100，现发放。朱竹清专属奖励礼包，请稍后领取。灵言抽空瞄了一眼系统面板，他没有急着打开奖励礼包。不行，太久了，我再不回去，怕是蓉蓉和小舞会找回来。那再给你治疗一下吧。灵言声音轻柔，将草叶缠绕住雪白的手腕。临别前，朱竹清害羞地表示：“对了，草。”灵言愕然抬头。朱竹清见状急忙解释：“不是，我是来找你要草叶的，就是你昨天给宁荣荣的那种。”灵言唤出蓝银草武魂，在掌心制作带有生命能量的草叶，多制作几个。小舞也要。行，这些够不够？灵言手中抓着一把蓝银草，递到朱竹清面前。够了。朱竹清接过草叶，朝着门口走去。那我走了。话落，朱竹清俏脸一红，转身推开房门，消失在了夜色里。房间重新归于宁静。灵言瘫坐在床上，他没想到发泄邪火之后，经脉中会是这样的舒爽感觉。整整6年，体内始终都觉得有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，直到今天，难怪胖子这么喜欢去勾栏。现在看来，这东西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灵言轻笑，他打开系统面板，淡蓝色光幕浮现，可领取奖励，朱竹清专属奖励礼包。灵言不再犹豫，系统打开礼包，光幕闪过一阵华光，内容浮现：朱竹清专属奖励礼包已开启，获得以下物品。朱竹清专属符咒：虎符咒2，神赐魂环系统版3，储物魂导戒指无限空间版4，玄天无极功双修版。灵言倒吸一口冷气，奖励这么丰厚的吗？魂环、储物戒，还有一门功法，听起来就比唐三的玄天功厉害。奖励列表下方还有一行小字：虎符咒，被动高贵的白虎调节阴阳，主动将使用者分成善恶2人。可惜人已经走了。灵言转而看向其他奖励，神赐魂环是1等1的好东西，然后就是魂导戒。灵言手指轻触光幕，一枚漆黑的戒指出现掌心，朴实无华，正好用来装东西。将戒指戴在手上，灵言轻笑。至于这
功法。慕白啊，我也是被逼的，但为了系统的奖励，只能苦一苦你了。另一边，朱竹清轻轻推开女生宿舍的房门，竹清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宁荣荣的声音从床铺上传来，再不回来，我和小五都打算去灵岩那找你了。怎么这么久？朱竹清攥紧手心，把想好的理由说了出来。上午去的时候，灵岩在修炼，我就去索托城逛了逛，才回到学院。宁荣荣没有问太多，反倒关心起别来。那叶子呢？你要来了没有？要到了。朱竹清急忙从怀里拿出一把蓝银草叶，宁荣荣看见的一瞬间就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跑到朱竹清身前。朱竹清顺势递到对方手里，自己只留下2根。宁荣荣喜笑颜开，要到了就好，嘿嘿。朱竹清松了一口气，走回自己的床铺。宁荣荣突然发出一声轻咦，怎么感觉你和白天离开宿舍时有些不太一样？朱竹清身体一紧，把头别到另一边。哪有？不对，竹清，你有点不对劲。宁荣荣几步上前，凑近朱竹清，开始在其身上清嗅。她总觉得朱竹清身上有一股不属于自己的味道。朱竹清怕被发现，扭捏着推开了他。宁荣荣转头看向小五，小五，你看竹清是不是有些不太一样？小五从床铺上探出头来，开始上下打量朱竹清。朱竹清一张小脸早已变得通红，你丝袜呢？小五语出惊人，立马抓到了关键所在。二女齐齐看向朱竹清那双浑圆的美腿。朱竹清默默攥紧了被脚过，路上蹭到树枝刮坏了，所以就扔了。你在路上扔的？宁荣荣震惊，意识到不对。朱竹清直接钻进被子里，把后背对准了二女，反正就是扔了，我累了，要睡觉了，你们聊吧。他用被子把自己蒙在里面，拒绝接下来的问题。宁荣荣狐疑的走到小五床边，竹清今天好奇怪啊。说着，他把手里的草叶分成2份，一份递到小五手里。小五，你说灵岩要是知道我们用他的草叶做这种事，别胡说，这种事怎么可能让他知道？小五急忙把草叶藏到枕头底下，那是里面生命属性魂力的功劳。宁荣荣嘿嘿一笑，还是你懂得多。宁荣荣回到自己床上，钻进被子里。宁荣荣刚想吸收草叶里的能量，看向朱竹清的位置，竹清，你不试试吗？试过一次之后睡得会更香。朱竹清没有说话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宁荣荣和小五互相对视一眼，试探着叫了2声竹清，对方发出轻微的鼾声，睡着了。宁荣荣面容古怪，小五解释道，也许是逛街太累了吧。宁荣荣撅起小嘴不满道，真是的，逛街也不叫上我们，下次叫灵岩陪我去。次日，朝阳升起，众人集结在操场上，由赵无极带队，加上灵岩及其他7名学员，正式踏上前往星斗大森林的路程。路上，灵岩悄悄来到朱竹清身旁，竹清，待会给你看个好东西。朱竹清警惕地环视了一圈众人，什么东西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别搞那些。灵岩勾起嘴角，放心，等没人的时候再给你，晚上估计会住旅馆，到时你来我房间找我。朱竹清俏脸浮现一抹红晕，小声问道，到底什么东西？你不能现在说吗？现在说了就没有惊喜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，肯定会喜欢的。灵岩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他还想追问，宁荣荣却突然横在2人中间，喂，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朱竹清急忙别过头，灵岩也收起笑意，没什么，便返回了男生的队伍。宁荣荣一脸疑惑，竹清，灵岩和你说什么了？怎么感觉你俩有些不正常？宁荣荣的直觉告诉自己，这俩人绝对有秘密，你别乱说，他只是问了我关于修炼上的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朱竹清本着言多必失的原则选择了闭嘴。至此，队伍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。宁荣荣始终用警惕的小眼神打量朱竹清，朱竹清也刻意回避。眨眼来到傍晚，赵无极带着众人在星斗大森林入口附近找了一家酒店，期间遇到了苍辉学院，马红俊和戴沐白出言挑衅，和对方大战一场，最后以赵无极对叶知秋的单方面碾压结束。对此灵岩没有多管，在这实力至上的世界，他们愿意怎么惹事都跟自己没太大关系。晚风吹进旅馆房间，灵岩手中把玩着系统奖励的虎符咒，房门突然被轻轻敲了2下，他知道是朱竹清来了，下床打开房门，一道黑影钻了进来，快关门啊，傻愣着干什么呢？朱竹清白了灵岩一眼，到底什么东西？神神秘秘的。灵岩轻笑，肯定是好东西啊，你先闭眼，别闹了，我偷跑出来的。荣荣和小五发现我不见了，肯定会找我的。朱竹清有些忐忑，怕被人发现。行吧，灵岩摊开手心，将那枚虎符咒递到了朱竹清面前，握着它，仔细感受其中的力量。少女狐疑的接过符咒，看着上面那白虎纹路，只好将其握在手中。霎时间，手心华光绽放，幽冥灵猫武魂竟是主动浮现，2枚黄色魂环缓缓律动着，开始慢慢交融，再分开。系统没有给出任何说明，一切都只能靠朱竹清自己发觉。良久，所有能量波动归于平和。朱竹清一双美眸异彩连连，他自己率先开口：“我能感觉到我的每一枚魂环都会平分走所有的年限总和，后续的魂环也依旧如此。现在我的这2枚魂环都大概有不到600年的样子。第1魂技威力提升了，第2魂技威力下降了。”灵岩微微蹙眉，不多时，他终于想通了。我懂了，平衡体内能量，原来是这样理解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后续的魂环品质足够高，你所有魂环的年限就都会达到万年，甚至10万年的级别。平衡体内能量指的就是魂环年限，甚至是魂骨的年限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从哪里得来的？朱竹清的面色多了一丝凝重。原本他以为灵岩叫他来就是来做那种事的，没想到居然真有好东西给自己调节魂环年限。也就是说，自己越到修炼后期，优势就越比同阶魂师大。到他这从第1魂环开始就是万年级别的，那还怎么打？灵岩轻笑，不重要，从现在起他属于你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试着用魂力主动激活他的能量。朱竹清试探着运转魂力注入掌心，然后看向灵岩，哗，白光绽放，晃得灵岩短暂失去了视线。他只觉得身下突然一空，待白光落定，灵岩这才看清眼前场景。只见原本的朱竹清分裂成了2个人，一个粉色卷发，眼神纯真善良，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乖巧听话；一个黑色长发，眼神清冷，看向灵岩时表情带着讥讽轻蔑。灵岩哥哥，我怎么变成2个人了？乖巧版的朱竹清眼神里带着慌乱。灵岩轻笑看向黑皮小野猫，紧接着幽冥灵猫武魂附体，小野猫身上开始翻涌魂力，猫耳猫尾齐齐浮现，其指尖也出现了根根锋利的尖爪。灵岩拿起秘籍，3人一起修行。不久后，朱竹清脸
红的开门离开，结果门前发现宁荣荣在偷听。荣荣，朱竹清心中骇然，林岩也循声看了过来。我去，你不会在这偷听了一整夜吧？朱竹清顿时心头一紧，全被发现了。宁荣荣瞬间瘫倒在地上。林岩的卧室内，宁荣荣已经被朱竹清扶着坐在了床上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荣荣，朱竹清握着宁荣荣的手心，心虚的说道：“当时是林岩的邪火发作了，就是他的第二武魂，我恰好在他邪火爆发的时候出现了，结果我就用我的武魂帮他安抚住了。反正我真不是故意要和你抢林岩的。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？”宁荣荣那双泪汪汪的大眼睛看向朱竹清，朱竹清眼神有些躲闪。就在昨天就是你跟我说去找林岩要草叶的时候。朱竹清默默低下了头，这默认的态度直接让宁荣荣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。呜，为什么我非要让你去啊？为什么我就那么懒？朱竹清有些面色为难的说道。那个，你能不能先别把这件事告诉大家？我们还没想好怎么解释。你知道的，我是星罗皇室那边的人，我们现在一口一个的我们叫着，就我自己是外人了，对吧？宁荣荣声线拔高了几分。竹清，你明明知道我喜欢林岩，这件事不怪竹清，是我。林岩开口，你闭嘴。宁荣荣厉喝道，你维护他干嘛？转头就和竹清好上了。你们男人都喜欢他那样的事啊。林岩尴尬的摸了摸鼻子，这和身材没有太大关系，主要是当时情况紧急。昨天晚上情况也紧急吗？宁荣荣一双美眸死死盯着林岩，林岩半天没想好怎么解释。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小五的声音，你们怎么都在林岩的房间里？小五，林岩和朱竹清看向门口的小五，脸上露出慌张和疑惑。小五走进房间，我一觉睡醒发现你们都不在了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朱竹清急中生智，荣荣想家了，哭得身体难受，来找林岩恢复一下体力，对吧？荣荣，朱竹清趴在宁荣荣耳边小声嘀咕，求你了荣荣，晚些给你解释，你先装样子，我和林岩的事现在还不能暴露。赵无极带领众人走在星斗大森林之中，林岩在最后面和宁荣荣走在一起，光幕上浮现出各个任务目标的好感。小五对宿主的好感度40，朱竹清对宿主的好感度100，宁荣荣对宿主的好感度80。林岩扬起嘴角，没想到宁荣荣的好感度从原来的60一下涨到了80，有情况。最前面的赵无极低喝，看向朱竹清，朱竹清去侦查一下。朱竹清走在林岩后面，惊醒似的发出一声惊呼。赵无极说道，西边有动静，你是敏攻系战魂师，去侦查一下情况。朱竹清完成武魂附体，几下跳到了树干上，应该是凤尾机关蛇要来了吧？宁荣荣对林岩说道，你的视线就没从竹清身上挪开过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别胡说。林岩撇嘴，呵男人。宁荣荣翻了个白眼，你们这才认识几天，现在连表面上的正经模样都装不下去，亏我之前还觉得你挺纯情的。好了，等没人的时候再说。林岩把视线别到另一边，和宁荣荣对视时有些心虚。很快，朱竹清回到队伍，是一条红色的蛇，头顶有巨大的肉冠，正朝这边急速飞来。蛇，唐三思考，将这些年看到的魂兽图鉴在脑海里过了一遍，应该是凤尾机关蛇。林岩率先开口，这是一种罕见的蛇形速度类飞行魂兽，奥斯卡，正好适合你的第3魂环，你运气真好。奥斯卡大喜过望，看向林岩，林岩，这你都知道，你懂得也太多了，准备迎战吧。林岩忽略了眼神阴沉的唐三，扫过众人，慕白，那家伙速度很快，待会找准机会，直接让他丧失行动能力。唐三，你是控制系魂师，一定不要让大家失望。胖子，等蛇被定住，你就直接来发。制定战术由林岩来，带慕白和马红俊没异议，唯独唐三觉得风头被抢了，明明自己也猜出了信息。老师说过，控制系魂师是团队的大脑，林岩却说得头头是道，让他很不爽。但凤尾机关蛇速度很快，从林内转来，阵阵沙沙声，一边让唐三来不及反应，下意识听从了安排。来了，准备动手。林岩低喝，第1魂技蓝银缠绕，第2魂技白虎烈光波。唐三用蓝银草控制，待慕白重拳出击，飞驰的凤尾机关蛇根本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背上了一套连招，赶紧给队友加辅助效果。林岩看向宁荣荣，宁荣荣白了他一眼，七宝转出有琉璃，1约力，2约速，紧接着是马红俊的凤凰火线。小五和朱竹清还没出手，众人就已经将其拿下。见凤尾机关蛇丧失了行动能力，林岩直接从储物戒里掏出匕首交到奥斯卡手上，快点，直接刺进他的肉冠。林岩知道后面还有朝天香和孟依然，为了避免麻烦，必须尽快动手。奥斯卡在林岩的推搡下来到面前，快刺！他现在要是死了，可就是胖子的魂环了。奥斯卡不再墨迹，直接对着肉冠刺了下去。噗，金属没入血肉，林岩松了口气，他可不想让唐三有任何机会。紫色的千年魂环自尸体中浮现，奥斯卡即将吸收魂环时，从林走出了2道身影。该死，到底还是晚了一步。说话的人正是朝天香，他见辛苦追了一路的凤尾机关蛇成了别人的魂环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你们这群人敢在老身眼皮子底下抢走我孙女的魂环，真活得不耐烦了。战利品被人捷足先登，2黄3紫1黑6枚魂环伴随着蛇杖武魂浮现，俨然就要动手。林岩看向赵无极，赵老师到你了。空地上，赵无极收到求助眼神，歪嘴一笑，武魂大力金刚熊附体，黄紫黑7枚魂环裹挟着魂圣威压席卷全场。朝天香眼神顿时一变，什么魂圣？他将孟依然护在身后，面色转为凝重。赵无极一步跨出，你说我们抢魂兽，你怎么不说这整个星斗大森林都是你？朝天香面色难看，忌惮赵无极的实力，魂帝对魂圣胜算渺茫，除非叫来远处的龙宫。老身朝天香，不知阁下名号？朝天香对赵无极抱拳行礼。赵无极一愣，朝天香，龙宫蛇婆中的蛇婆朝天香。赵无极收起戏谑，传闻龙宫蛇婆从不单独行动，一个魂帝，一个魂斗罗，有着堪比封号斗罗的武魂融合技。考虑到龙宫就在
在附近。他收起杀意，同样抱拳回礼。在下赵无极，曹大姐，这魂兽乃是我们合力击杀的，怎么成了你孙女的魂环？朝天香意识到赵无极不及龙宫，气氛缓和，他用蛇杖指向凤尾机关蛇，他腹部有伤口，翻过来便能看到。戴沐白把蛇掀翻，露出肚皮，众人果然见到腹部有2条与蛇杖吻合的伤口。赵无极蹙眉，曹大姐，事已至此，您看。二人小声交谈，凌颜注意到了孟依然，看着对方妖异的美感，他不自觉多瞄了几眼，被旁边的宁荣荣发现，他凑到凌颜身旁，低声威胁：你敢对他有意思，我让见爷爷杀了你！凌颜愕然，宁荣荣的小手已经掐在他后腰上，停，你干嘛？凌颜吃痛挣脱，宁荣荣翻了个白眼，冷哼。另一边，赵无极和朝天香协商好，算赵无极欠个人情，凤尾机关蛇归奥斯卡。递交结束，孟依然狠狠瞪了奥斯卡一眼，便被朝天香带走。赵无极看向奥斯卡，赶紧吸收魂环吧，你要多谢凌颜，要不是他催你提前解决，后续绝对没这么简单。奥斯卡冲凌颜咧嘴一笑，谢了兄弟，以后大香肠管够。凌颜开玩笑道，你要是这么恩将仇报，可别怪我不让你吸收魂环了。戴沐白和马红俊哈哈大笑。至此，奥斯卡的魂环尘埃落定。傍晚，奥斯卡完成了吸收，接下来要为凌颜寻找魂环。凌颜只要等今晚小五被2名抓走的间隙消失一段时间，问题就能解决。邪火妖龙武魂必然会在这片大陆上绽放璀璨光芒。营地内，朱竹清、宁荣荣和凌颜主动请缨守夜。黑暗里，凌颜和朱竹清依偎在一起，宁荣荣凑了过来，你的第2武魂到底是什么？凌颜回答，邪火妖龙。怎么了？宁荣荣反问，很厉害吗？有没有攻击性？有，比马红俊的厉害一点。那你怎么没受到邪火困扰？我前几年一直没修炼第2武魂，这2天才打算附加魂环。2人一问一答，凌颜的手不老实，原计划守夜没有宁荣荣，谁知他也掺和了进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也可以成为战魂师，而且战斗力很强。宁荣荣朝着凌颜靠近，凌颜把朱竹清抱紧了几分。可以这样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宁荣荣看向朱竹清，认真道：竹清，你抢我暗恋对象这件事，我可以替你保密。朱竹清心头一喜，压低声音：真的，太谢谢你了，荣荣，你别高兴太早。宁荣荣话锋一转，我是有条件的。宁荣荣红了脸，我要凌颜当我男朋友。2人身体同时一僵。宁荣荣继续道：七宝琉璃宗有宗规，凡是七宝琉璃塔魂师的伴侣必须是强大的战魂师。凌颜的武魂厉害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把你们的事告诉戴沐白。朱竹清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荣荣，宁荣荣理直气壮，要不是你昨天恰好和邪火发作的凌颜撞到一起，我今天就表白了，我可以排在后面，反正我就要凌颜当我男朋友。咱俩扯平了，还能这么扯了吗？凌颜忍不住开口，你闭嘴，要不是你管不住自己，局面哪有这么复杂？宁荣荣对了回去，宁荣荣索性翻身骑在凌颜腰间，双手捧着凌颜的脸颊，不许躲，敢躲我让见爷爷杀了你。宁荣荣闭上眼睛朝着凌颜吻去，凌颜双手撑着地面，朱竹清目光灼灼地看着2人，没有行动。凌颜主动闭上了眸子，有情况，怒喝划破黑暗，3人吓得一哆嗦。凌颜和宁荣荣狼狈栽倒，迅速起身，营地的篝火被点亮，戴沐白冲了出来，赵老师怎么了？赵无极唤出武魂，所有人离开帐篷，快！天边传来树木倒塌声，大地颤震，一个宛如小山般的巨大身影出现，竟然是森林之王泰坦巨猿。赵无极施展武魂，真身摆出断后架势，然而泰坦巨猿直接伸出大手，抓向人群中的小五，各种攻击落在巨掌上，但10万年魂兽的肉身岂是大魂师能破坏？小五被抓走了，不，小五！唐三发出怒吼，看向奥斯卡，奥斯卡，求你帮帮我，把你的香肠给我，我要蘑菇肠，去追小五。奥斯卡催动魂力，第3魂技，想入非非蘑菇肠，香肠出现，唐三迫不及待吞下，背后长出翅膀，朝着泰坦巨猿的方向追去。凌颜急切看向宁荣荣，荣荣，给我个加速，快！七宝转出有琉璃，2约速。凌颜冲进丛林，消失在唐三离开的方向。凌颜也追过去了。马红俊诧异，赵无极骂道：别念叨了，小奥多做几根香肠。另一边，凌颜跑出不远便唤出外附魂骨，龙翼紧跟在唐三身后，他心中暗自祈祷，不能让唐三把8蛛毛弄到手。森林中，泰坦巨猿拖着小五急速狂奔，唐三蘑菇肠失效，凭借鬼影迷踪跳跃。2名就在这吧。小五察觉唐三没了踪影，对2名说道。2名停下脚步，把他放在地上。小五姐，你在人类世界过得还好吗？我和大哥很想你。小五微笑，我过得很好，但我不能离开太久。2名有些抗拒，是刚才后面那个人类吗？要不要我解决他？小五解释，那些人类魂师是我的朋友，你别有太大敌意。2名挠了挠头，小五话锋一转，你帮我护法，我正好把第3魂环凝聚出来。对了，你问问手下有没有不想活的火属性千年魂兽，我有个朋友需要不想活的魂兽给人类当魂环。2名有些疑惑，我问问吧。2名妥协，叫来一条地狱火烈狗，想要火属性魂环，那就给你一个。另一边，凌颜蹲在树干上，见下方的唐三要用昊天锤给人面魔蛛致命一击，突然从天而降，第1魂技龙拳，烈焰轰在人面魔蛛后背，使其短暂丧失行动能力。凌颜、唐三错愕，急忙把昊天锤收进体内。凌颜喊道：你快去追小五，这里交给我。唐三不再犹豫，凌颜，之前对不起，谢谢你。转身跑进丛林。凌颜看向奄奄一息的人面魔蛛，第2魂技烈焰弹，第3魂技炎环轰，将人面魔蛛直接绞死。紫色魂环浮现，凌颜在尸体上摸出一块盾牌模样的猪腿魂骨，外附魂骨到手。唐三没了8蛛毛，不知道你未来还能走到哪一步。翌日，朝阳升起，小五已经归队，众人面色凝重。赵老师，我要回七宝琉璃宗，让见爷爷来找，他一定能找到凌颜的。宁荣荣带着哭腔，昨夜唐三和凌颜追了上去，众人只看到人面魔蛛尸体，却没有2人踪迹。荣荣，别这样。朱竹清安慰，凌颜一定会没事的，他留的草叶代表还活着。戴沐白说道，继续找，找了一整夜毫无结果。小五默默嘀咕，你们只是在寻找凌颜吗？唐三也没回来，他十分愧疚。不远处突然出现几道人影，龙宫蛇婆。赵无极看着龙宫手里提着一道半死不活的人影，涌上恐慌。蛇婆示意龙宫将人放下。赵老弟，这是你们的人吧？
啊！宁荣荣激动冲出，看着鲜血淋漓的人影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灵颜，哎，蛇婆叹气，我们发现石命勉强保住，但下半身被野兽吃干净了。朱竹清身体一软，跌坐在地。马红俊崩溃，完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奥斯卡悲痛欲绝，兄弟，值得吗？戴沐白攥紧拳头，我要给兄弟找最好的治疗魂师。赵无极不忍直视，灵颜小子，你这让我怎么向弗兰德交代啊？穿越斗罗，我和唐三一样觉醒了蓝银草武魂，可唐三只会亲妈缠绕，而我却用蓝银草给斗罗女神们治得舒舒服服，并把他们纳入后宫。此时，一个俊朗白皙帅气的人从天而降，其背生紫色龙翼，周身火属性魂力缭绕，威风极了。灵颜，众人齐齐惊呼：“你没事就太好了。”灵颜惊讶：“你们咋了？怎么全都哭得稀里哗啦的？”随即他看向龙宫蛇婆身前，唐三什么情况？唐三，小五身体一紧，那被扒光衣服、满腰鲜血的人是唐三。他看了看灵颜和地上的人影，直挺挺倒地，空气寂静。天上飞的是灵颜，地下躺的是唐三。唐三失踪一晚，众人都在关注灵颜，所以在那半死不活的人影被抬来时，下意识以为那是灵颜。宁荣荣恢复知觉，起身朝空中的人影扑去。灵颜，呜！少女纵身一跃，灵颜自然接住，两人在众人注视下紧紧相拥。你吓死我了，找了一天一夜都找不到。呜！宁荣荣性格直爽，丝毫不克制爱意。颜灵失踪时，她是众人里最焦急的一个。丁，检测到宁荣荣对宿主好感度已达100，奖励已发放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灵颜微皱眉心，小公主好感度居然拉满了，看来这一夜把她担心坏了。她抱着宁荣荣环顾一圈，找到瘫坐的朱竹清，微笑示意自己没事。朱竹清得到示意，内心暗自长舒一口气。此时赵无极等人围上来关心灵颜，灵颜降落地面，说起备好的说辞。昨天追唐三，发现他遇到千年人面魔蛛，我就施展第二武魂帮忙。他见我缠住魔蛛，就继续追小五了。我解决魔蛛后，又被其他魂兽盯上，好不容易摆脱。回来路上看到一窝昏迷的百年火属性魂兽，就先吸收了魂环。对了，这翅膀帅不帅？外附魂骨，捡的。灵颜转圈展示龙翼，空气死寂，众人面面相觑。半晌，灵颜主动挑起话茬：“你们不管唐三吗？他好像要死了。还有小五，都在地上躺半天了。”众人反应过来，来不及细问，赵无极急忙来到蛇婆面前：“曹大姐，孟大哥，多谢二位带他回来，我赵无极又欠二位一个大人情。”蛇婆礼貌微笑，举手之劳。说来也巧，你那弟子昨晚打死的魔蛛，正是我孙女孟依然的目标魂环。什么？赵无极错愕皱眉，连抢2枚魂环，龙宫也在。他暗自攥拳，做好战斗准备。龙宫不屑冷哼：“紧张什么？我们没说怪你。那魔蛛年限至少2000打底，就算猎杀也不会让依然吸收，庆幸吧，不然我们可不会好心送他回来。记着，你欠我们2个大人情。”赵无极只能尬笑赔礼道谢后，二人离开。赵无极掀开唐三身上的破布，血腥画面让堂堂不动明王产生生理不适，他急忙盖上，看向灵颜：“你能救吗？”灵颜走近看了一眼，丝毫恐怖，仅一眼他迅速合上破布远离，伤口狰狞可怖。更重要的是，唐三身体最关键部位空荡荡一片，绝不可能恢复如初。灵颜来到朱竹清和小五身旁，扶起朱竹清，抛了个魅惑的眼色，随后唤出蓝银草治疗小五。小五醒来，下意识要去看唐三哥，灵颜拉住他，眼神复杂的摇头。小五哭着抱住灵颜手臂：“求你救救三哥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”灵颜安慰：“不是不想救，属实无能为力。我只是蓝银草治疗魂师，单一治疗效果不出众，对缺失部位消耗再多魂力也只能止血愈合。况且他伤口已止血。”众人都猜出唐三下半辈子大概率废了。小五哭得更大声。朱竹清上前：“别难过，至少命保住了。”灵颜解释：“唐三体征已稳，没我治疗也不会死。不知什么魂兽下的口，专挑下3路。戴沐白、马红俊、奥斯卡好奇看了一眼，吓得小脸煞白。马红俊唏嘘：唐三这下真完蛋了。戴老大，你有人脉救他吗？”戴沐白撇嘴：“有个屁人脉，这情况治疗系封号斗罗来了都没辙，显然有些区别对待。”现场议论纷纷。灵颜眸中闪过隐晦杀意，唐昊竟放任唐三受重伤，要不要趁机解决他？不行，不稳妥。灵颜打消念头，不知他有无复活甲。若修罗神开始关注，将灵魂塞给唐三，后续脱离掌控，且影响小五好感度任务，不如静观其变。众人休整后，赵无极督促奥斯卡用飞行蘑菇长带众人飞出星斗大森林。另一边，史莱克学院，弗兰德看着风尘仆仆的平头男子惊喜：“小刚，你终于来了。”他抱住玉小刚，玉小刚勾起嘴角：“弗兰德，我的弟子你见到了吧？是不是十分出色？”“出色。”弗兰德点头，“但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求你，务必答应我。”玉小刚好奇，强人喜悦挑眉：“说说，尽显大师风范。”弗兰德介绍学院弟子，将问题转到灵颜和马红俊的邪火上。“小刚，求你想办法救救红俊和灵颜，只要解决邪火，两人的武魂品质绝对迎来史无前例的提升，必定一飞冲天。”玉小刚背对弗兰德，心里乐开花了。40多年，他投入武魂理论研究，总结10大核心竞争力，大多人却嗤笑。弗兰德的认可让他罕见体会到被需要，压下激动。玉小刚缓缓开口：“弗兰德，多年没见，你还是老样子。”没等疑惑的弗兰德发问，他主动解释：“你是看到唐三的蓝银草才生出想法吧？我的理论加持下，废武魂也能同阶无敌。”弗兰德反应过来他在装逼，顺坡下驴：“非常好，小三是我见过最出色的控制系。”话锋一转：“但我想说的是邪火，小刚，你一定能想出解决办法吧？”玉小刚佯装思索：“难办啊。”弗兰德眼神慌张。玉小刚故作高深：“我已有小三这亲传弟子，若
若将精力投入他人，小三成长怎么办？弗兰德长舒一口气，知道他真有办法。小刚，我一生为求人，只希望你救救他们。两人继续拉扯。另一边，赵无极带众人走出星斗大森林，几日后即将返回索托城。此次行动，奥斯卡、小五获第3魂环，灵岩明炼收获3枚火属性百年魂环及外附魂骨。众人唏嘘魂环年限，灵岩却不在意。神赐魂环具自适应性，身体强度提升即可成长为10万年，目前正好掩人耳目。远远看到史莱克招牌，灵岩突然打喷嚏蹙眉，右眼跳，学院里不会有埋伏吧？赵无极白了他一眼，我跟弗兰德2个魂圣还保护不了你们吗？灵岩突然想起唐昊不用武魂把他锤爆的画面，灵岩感觉即将发生不好的事。马红俊突然开口，灵岩，你如今修炼第2武魂，想好怎么压制了吗？作为过来人，我给你点经验哦，要不哥带你去勾栏沟一下。胖子，你哥我是那种人吗？学院门口，马红俊的视线在灵岩和宁荣荣身上游离。这些天下来，宁荣荣喜欢灵岩，追求灵岩的事已被所有人知晓。即使奥斯卡表达过好感，但宁荣荣直接搬出了七宝琉璃宗的宗规，七宝琉璃塔魂师的伴侣必须是强大的战魂师。奥斯卡直接放弃了。宁荣荣这几天可谓是直接摊牌。在灵岩身边，灵岩看了一眼宁荣荣和面色铁青的朱竹清，缓缓开口：“邪火的事回头再说吧，至少现在还没什么症状。我有另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总感觉最近好像要有倒霉的事发生。”队伍最前面的戴沐白忍不住笑了出声：“你再倒霉能有唐三倒霉？”灵岩看向了腰间缠着绷带，手里拄着拐杖的唐三，默默闭上了嘴。唐三面色阴沉的似乎能滴出水来一样，敢嘲笑我？戴沐白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不，队伍里没有保护好我，没有治好的人都有取死之道。很快，众人来到了学院大门口，躺在摇椅上的李玉松打了声招呼：“回来了。”我去，这谁啊？怎么伤成这样？他看向唐三，从椅子上坐了起来。赵无极挥了挥手：“别提了，弗兰德呢？我要跟他商量一下给唐三疗伤的事，在院长办公室呢。他让我告诉你们，等你们回来之后，先带着唐三、马红俊和灵岩去找他。知道了。除了他们仨，其余各自解散。你们仨跟我来。”赵无极转身走向了院长办公室的方向，灵岩走在最后面。他看着唐三的背影，脑海里突然想到了个关键点，不会是玉小刚那货来了吧？原时间线里玉小刚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的。几人来到院长办公室门前，赵无极直接推开房门，屋内俩人的身影映入灵岩眼帘，还真是他。服了。房门被推开的动静吸引了弗兰德和玉小刚的视线，二人一眼就瞧见了裹着纱布的唐三。弗兰德急忙起身冲到几人身边：“老赵，这什么情况？”赵无极叹了口气：“出意外了，我们遇到了森林之王泰坦巨猿。”唐三很不幸落得个身受重伤的下场。什么？小三？玉小刚闻言慌忙来到唐三身边，眼眶立马就掉下了眼泪。唐三见到玉小刚这几日来受的疼痛、委屈、不甘，当即就一股脑的涌了上来。他丢掉拐杖，一下扑在玉小刚怀里。老师，简简单单2个字，他便不再多说，因为泪水和哽咽已经占据了他的所有。老师，我好疼。小三。玉小刚看着如今身体残缺的唐三，双目通红，气喘如牛，一把揪住了弗兰德的衣领。弗兰德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不是和我说这次的带队老师一定会保护好小三的吗？弗兰德因为愧疚没有说话，把头别到了另一边。玉小刚推开唐三，来到赵无极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一个魂圣带队，连几个大魂师都保护不明白，干什么吃的？你知不知道小三的父亲是谁？废物！你们全都是废物！”弗兰德面色大变，急忙想要制止些什么，但太晚了。面对谩骂的赵无极，直接一把捏住玉小刚的脖子：“你再说一遍，谁是废物？”老赵，别！小刚他只是一时心疼孩子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弗兰德上前用双手握住赵无极的胳膊，想要以此化解力道，但他根本阻止不了赵无极对玉小刚实施暴行。赵无极眼神凶狠地瞪着面色通红的玉小刚：“你一个大魂师敢跟老子叫嚣？谁给你的勇气？”唐三自己擅自脱离队伍，还差点连累其他队员，你问问他自己有没有脸敢怪我？今天就算是唐昊来了，老子也问心无愧。赵无极发出一声冷哼：“弗兰德，他是你朋友，不是我朋友。要是再让他像条疯狗一样乱咬人，我不介意让他知道一下当年的不动明王有何风采。”话落，他大手一挥，直接把玉小刚甩到了地上，肉体摔在地面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弗兰德和唐三急忙上前扶住玉小刚：“老师，你没事吧？”唐三不停用手掌给玉小刚捋顺胸口，弗兰德也面色焦急地往其体内探入一股魂力，检查玉小刚的生命体征。赵无极懒得跟这些人浪费口舌，向前迈出一步，指着玉小刚的鼻子说道：“玉小刚对吧？老子大名赵无极，你要是想在这个学院待着，以后见到我就给我把头低好了。谁管你是大师还是什么，在我这只有封号斗罗和蝼蚁，连魂斗罗来了，老子都敢正面硬刚，再敢大呼小叫的，弗兰德可拦不住我。”话落，赵无极转头离开了办公室，哐当，房门被重重关上。几分钟的样子，地面上的玉小刚终于理顺了呼吸，怒气冲冲对着弗兰德说道：“弗兰德，你最好给我个交代。”他本以为凭借和弗兰德这层关系，自己怎么说也是学院的2把手，没想到刚对赵无极飙句脏话就挨揍了，还是在自己的爱徒唐三面前，这让他有种受到了羞辱的感觉。弗兰德表情尴尬，最后他只能看向一旁看戏的马红俊和灵岩。红俊、灵岩，关于唐三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马红俊给弗兰德说明了在星斗大森林遭遇的一切，从小五被泰坦巨猿抓走，到唐三和灵岩先后脱离了队伍，再到第2天早上唐三被送回来，唐三全程一言不发。小五呢？唐三为了救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他人呢？玉小刚听完了整件事的过程，最终把矛头对准了小五。马红俊撇了撇嘴：“回宿舍了吧。”玉小刚刚要发火再说些什么，唐三却率先开口：“老师，不怪小五，是我自己。”别说了。玉小刚将唐三打断，眼神里满是恨铁不成钢。他急忙转头看向弗兰德：“弗兰德，我要你现在就去给小三找索托城内最好的治疗魂师，无论如何，我的弟子都不应该止步于此。”灵岩突然开口，其实他已经没什么大碍，估计再过几天伤口都能彻底愈合。注
住口！受伤的不是你，你凭什么说的这么轻松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玉小刚双目通红，气喘如牛。唐三这时站出来解释：老师，这一路都是灵颜帮我治疗的，我的伤口确实已经快要愈合了。对啊，要不是灵颜，你真以为唐三能活到现在？你不感谢人家就算了，还跟人家大呼小叫的。马红俊见到灵颜背后，也站出来打抱不平。玉小刚盯着二人，在其中提取到了关键信息：灵颜，你就是灵颜，那个把蓝银草修炼成治疗系，又拥有邪火妖蛇武魂的双生武魂魂尊。灵颜看向了弗兰德，我累了，要回去休息，你们聊吧。说着，他转身就要离去。玉小刚呵斥道：站住！面对长辈，你应有的恭敬态度。灵颜转头看向玉小刚，长辈，你是谁长辈啊？我认识你吗？唐三率先站出来，灵颜，大师是我的老师，你不应该这样对他这个态度，即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也不会允许你对我老师不敬。灵颜无语，马红俊指着唐三的鼻子就开始骂：唐三，你这话说的也太白眼狼了吧？灵颜这一路可是把大部分魂力都用来给你治疗了，你现在就对他说话这个态度？唐三语塞，有些支支吾吾的解释道：谁让他对我老师不尊重？灵颜被气乐了，我怎么不尊重他了？他是你老师，不是我老师，我给你治疗了一路了，我现在想回去休息而已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唐三再也找不到借口反驳，但眼神里却没有丝毫承认错误的态度，双方僵持不下。最后，弗兰德以一种命令的口吻对着马红俊和灵颜说道：灵颜，红俊，快给大师道歉。灵颜用一种极其不可思议的眼神看向弗兰德，弗兰德缓缓开口：大师是我的朋友，他的理论在整个魂师界都是最权威的，我这次叫他来，一是为了你们日后的课程和成长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解决你们俩的邪火问题，所以现在快给大师道歉。灵颜，你不是已经打算开始修炼第二武魂了吗？唐三也是双生武魂，如果你能够得到大师的教导，将来很有可能会摆脱双生武魂最大的缺点，为第二武魂附加9枚万年魂环。灵颜重重的叹了口气，眼神里满是疲惫，他冲着弗兰德挥挥手：不用麻烦，我的第二武魂已经有魂环了。什么？玉小刚发出一声怪叫：你给第二武魂附加魂环了？你怎么没有爆体而亡？